Hello，大家好。这一期的话，我们来看这位射手绝活哥玩的是薇恩，然后他的出装、符文搭配情况。像这位绝活哥的话，他好像不太喜欢那种，就是他的搭配会跟别人不太一样。然后薇恩的话，这里是选择是带的3红。他这样带容错率比较低，但爆发更高。这里刚刚没有眼，要是有眼的话啊，就比较好了，可以打输出了。这里对面没有太多的对线能力，这样子。如果 Q 2下的话，等下一次 Q 可以把对面杀了。哦，对面的就薇恩前期终究还是太差了一些。这薇恩这个莫甘娜的话是打野的，他这样的话有点放弃了自己的野区，前期1级就给队友找节奏嘛。因为他学 Q 的话，其实这样很伤。如果换其他英雄，其实能把对面杀掉了。不过前期有个失误，就是在那个蓝那边没有。不过他这种有点知道这位是绝活哥是吧？哦，这个是因为是组队的原因嘛，然后这个是那个什么。这个是就说有自己的想法，就是这里面他就是有一个他自己的想法，像有时候就是那种一直他说这位打野的队友，要么就是那种一直刷着经济不过来，要么就是那种1级就能搞事情那种。这里的话其实。因为莫甘娜这样子去给压力的话，对面是没办法做到压线的。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就是会养出来一个上单很牛逼的，就是打野区对方的打野是很强势。上路的话是因为是狗头是吧？然后有打野去帮忙，那他也没办法去做太多，就是没有更好的发育空间。就补兵可能会漏就是 Q 兵的时候会漏几个 Q。这个女枪的这个深海皮肤还是蛮好看的。这里的话定墙上，那前期爆发确实还是太低了。有大招的话，刚刚释放大招的话也不太能杀死，因为对方还有闪现。这里打野又过来了。一个 Q 闪现 Q 没机会，这里推了一下这个人马，但打野的话还是跑不掉了。这里回头来打这个有闪现的，找机会闪开就可以了。这里闪现下来，中路单杀了对方的中单，还不错，这还能打。薇恩这边只要发育起来，比莫甘娜是强很多的。像莫甘娜打野还是得看队友，他是没办法作为一个野核，就是核心输出来的。薇恩这个英雄起来以后，其实不是很怕这个人马。就像这种情况下，在塔下没办法去硬越塔的，因为这边打野的话，肯定是已经是
没什么经济的，就相当于2个辅助保着一个射手去打。但这边是绝活哥嘛，所以完全不虚，只要去磨塔，然后吃塔皮经济就好了。薇恩这样子和平发育一定是有优势的。这莫甘娜的话都不去下路了，就在上半野区。这里的话帮忙推塔，这里过来定墙上，先秒掉对面的辅助。辅助的话没大招没给自己，但没用啊。但这里面的话有点送了呀，这个打野。哦，这卡牌飞的位置有点尴尬，还好没有异技能，不然的话可以把它定在那。辅助吃到控制了。可以上来定住了，接伤害，没有蓝了，没有蓝的话就把这波兵线清完就撤了。这种有点偏阳谋的意思，知道吧？对面打野如果来抓这个薇恩的话，其实这里面就是你如果觉得他是个这种玩法很坑。确实坑，但如果你换个角度去想，就有种阳谋的感觉。但这里面一直被这个打野一直被找机会，确实有点太激进了。就是想法很好，就是被逼的对面的打野，其实名牌在这边，你打野的话，打不太过嘛。就是怎么说呢，人马。觉得来了这边没什么太大意义。这里的话，盖伦过来的话，扛不住薇恩的100%伤害啊。如果换其他射手都还好，但可惜是薇恩。这样的话，这条龙反倒是空下来了。就住在上面的话，反倒是下路就明牌告诉你，我下路红区我是没碰的，你要来反野，那你就去了以后你就只能抓狗头这英雄，这样的话可以越塔了，直接过来定住这个射手，先秒掉这个射手。这个射手 A 了，因为打了那个敌方英雄的话，那个草是有10秒的 CD 才会让你那个，所以为什么有一个技巧就是你打别人的时候要出草 A， 然后再进草，这样卡视野。如果说你在草里面打了敌方英雄的话，或者说打了小兵的话，然后你那个视野的话，好像要7、8秒钟吧，应该不用10秒，才会说把你隐匿。不然的话，你的视野是一直亮着的。这里定住，有人马在，辅助赶过来给护盾，完全可以打，对面打不过。但这里的话不能再追了，追太深的话就有点会送人头了。这里面可以看到前期拿到一个蓝 buff 的一个优势，对方就没法打了。就是有一点就是你在等级上是比对面高的嘛，就算是莫甘娜在线上会蹭了一些兵线，但你等级上，薇恩的等级是一定不会弱的。然后这里面有个点就是你这个薇恩必须得玩得好。如果玩得不好的话，那就其实这局就已经可以投了，就是发育不好的话。拿到
3路的伊塔，对面给黄牌，不给射手 C 位的话，那这样的话他死掉了，闪现拉开躲掉人马的大招。然后有莫甘娜的话，给个护盾，那个减控那个免控制的护盾，直接就薇恩基本上就小无敌了。只要薇恩不吃那个控制，秒不掉，那你后期你看有这个进化，对吧？又有那个米利欧，然后又有那个莫甘娜的盾，简直就是后期无敌。更别提这位还是射手绝活哥。像这种发育，其实对面已经解决不了这个薇恩了。又有提莫，比如说给视野那些蘑菇。其实玩提莫有利有弊吧。虽然说没有一个很强力的一个手长的一个爆发 AP。但相对来说，它虽然手短，但也还伤害也不差。而且蘑菇的话，它的大招中那个蘑菇的时候，也能是提供一部分的视野也能比如说对方踩到以后是吧，还是蛮好的。但有个点这种玩法一定要是就是你要跟队友组队的时候玩。你如果说跟路人玩，路人不理解你，那你被举报了，可能就会打不了排位什么的。那这样的话可以来拿大龙了。这里就打面前的就好了。如果你往后走，其实输出空间并不是很理想。这里的话，说实话一直打这个，对面射手根本就扛不住这伤害。然后米利欧一直提供那个距离攻击，又解控制，直接上高地去秒人了，很凶。这就是你会玩得好的射手一定要去会锁头如果你比如说我推荐一些新玩家，如果你觉得你不喜欢玩这种锁头类的英雄，不喜欢这种锁头的方式，你喜欢就这种无脑一点丢技能，或者说找个大概方向或者有位移这种的，那你可以玩这个，就一定不要去玩这种常规的，就是怎么说呢？常规的靠平 A 打输出的射手，玩一个伊泽瑞尔或者说要么就直接不玩，然后要么就是那种炸弹人这种也还好，然后要么你就不玩射手这种位置，然后去选择走中路或者说玩战士会更好一点，或者打辅助，辅助也是一个很好混分的，但你辅助玩得好就是下路的一个上限。你辅助玩的不好，其实挺难受的。对面盖伦有点不死心强行想上来。这里的话尝试了2打5解控制什么都有，对面根本就摸不到这个薇恩呢。这样的话辅助会被秒掉，又收掉对面的中单。再秒掉对面射手。这里的话是辅助抢掉了，不然可以尝试5杀的。不过对面盖伦跑得太快了5杀的话确实不太理想。好像这兵线不知道扛不扛得住一波。俺的队友的话，直接一波了。好，我们来直接看下一把的。
这里的话是第二把，第二局游戏。像可以看到，上一把是有莫甘娜的辅助，这一把的话啊，由这个索拉卡打野，你就知道，就这种就是有一种天马行空的一种想法，这就是游戏的魅力所在。对面也是好奇怎么有奶妈打野的，这里的话过来找波机会，就是有种那种被就是我跟你玩竞技游戏，你跟我玩脑力游戏的那种感觉。这样子他们被赶下去2级的话，估计他们这边的话是对面是肯定是等级上有劣势的，而且辅助不回来。辅助不回来的话，对面伊泽瑞尔不好对线的。像你前期的话，维恩靠什么打伤害呢？就 靠 Q 完以后往前，然后那一下去打一个爆发伤害，小爆发伤害就可以去消耗对方了。然后 Q 完以后往后拉，如果对面反应快会 A 你一下，如果反应慢的话，其实都打不出来那个输出。就不要说去摊 A， 比如说 Q 上去以后，我要 A 2下或者3下，这样的话你就可能会打不过对方。就反倒是你去耗对方血量，但你又吃到了小兵，还有对方辅助跟射手的一个输出。这里就为什么会维恩选择带这个强化攻击的原因在这里面，因为强化攻击是爆发比较高嘛。你像带巨人杀手或者廉颇，你得血量上来才有用，或者廉颇的话，你必须得后期伤害。3红的爆发是很高的。像这种有队内的名牌大哥，对吧？有这种薇恩，而且只要装备起来就很强那种。对面一直在打消耗，这样子的话交治疗了，这样的话必须得继续被对面辅助搞了一手。就说节奏上面被拖了哦，原来这里有眼，我就说嘛，对面辅助怎么这么精准呢？我知道位置，所以就直接 Q 上来打个消耗，甚至索拉卡直接说赶过来，可以给辅助奶一口。哦，这奶妈主 Q 的，应该2技能都没有点。对方过来反蓝，直接把蓝给抢了。这蓝的话很关键啊，薇恩前期有蓝的话，其实续航能力还蛮强的。这里过来，索拉卡蹲了半天，但这样子没用啊，逮不住。不过这把的奶妈的效果就没有上一把那个那么舒服。这里可以看到强化攻击都打了200多的输出了，其实相对来说，你在前期仅限的那些输出来说，已经算很不错了。所以的话可以尝试越塔了，直接钉墙上秒掉。这里配合的很好啊，辅助先扛塔，然后在边上拉住。对面豹女来了，有大招的可以操作它。
直接套虚弱，对方扑上来一套输出，完全是没用。这样子对面这样子一个个送，那这局应该很快结束了。维恩唯一差的就是一个清线能力比较弱，前期，但可以看得到酒后哥的手法很好，就是有种赏心悦目的那种感觉。对面3个人的话好像是打不过了，这边装备压得太狠了，而且等级上压了2个等级，对面辅助感觉完全压制不了，主要是没有强控制。对面打薇恩的话还是得有一些强控制，不过说实话，但又说回来，如果你遇到对面这种上一局有个莫甘娜搭配那个米利欧，你就算后期有再多的控制，你也打不中这个呀。旁边有个睁眼的，在3红的话，就是前期伤害会很爆炸，就是爆发很高，相对来说哈，打消耗的时候也没那么说打不动对面前期，还差点钱。去中路吃个河道嘛，没了。这种出法的话，其实没太多容错啊，如果炸了就真炸了。所以还是比较推荐带3黄配骸骨，或者说3红，然后你搭一件骸骨也可以。不太建议直接说配1黄，就是这个残暴。毕竟一炸你是真有可能打不出来酒后哥这种效果嘛。银血做出来，对方已经没有那个什么，想秒掉薇恩的话，这个阶段是不太可能的，除非待会有机会他们吃到资源以后集火秒掉的话还有机会。像这里面集火了一波，但是薇恩伤害太高了，直接就把射手给秒掉了。射手的话根本就补不上输出，我发现。这里的话过来看一眼，看看对面来不来打蓝 buff 但是有眼发现了是吧？大招没有解控制，但不影响。诺手过来了，必须得闪开，不要被他勾到。勾到打一套的话是不好打的。这里闪现拉开了。像窄口的话，这种位置薇恩很难发挥的，所以尽量要去空旷的地方。但薇恩的话，如果说你后方没有敌人，只有前方有，然后你能窄口里面去定住对方，打一个输出，前排有前排顶住的话，其实还是蛮好的。但如果说在窄口里面你要去操作的话，薇恩就不是很好的位置。现在伤害非常的高，基本上A3下就能打残一个人，再补一下输出就可以收掉了。像射手的话，直接打出那个100%伤害就能秒掉，好像。这里豹女在，直接来找豹女了。开大招吗？不开。现在开了。对方过来，直接
直接乱杀了，那对方可以选择投降了都。对面还在坚持杀啊，行，那这期的话就到这啦，欢迎大家的收看，拜拜。